大家常说早起的虫儿有鸟吃今天我也算是在日本开了眼界。昨天晚上通宵打 Netflix 上大师，然后现在来吃早饭，总算知道了什么叫日本最高规格的早饭。日本的米其林2星我们已经看过了，那早饭还能有什么花样啊？你问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还是要试一试吧。9点来吃早饭还是有点早。今天的饭友都是一些爷爷奶奶。坐下以后先给了一杯番茄汁，然后会问我们要冰焙茶还是冰抹茶，非常讲究。热知识，日本餐厅1年4季只提供冰水。不愧是日本最高规格的早饭。我们甚至还有个前菜，是一道白白嫩嫩的柚子豆腐，挖下去基本没什么阻力。这种鲜豆腐发酵的味道，搭配一点粗盐和青柠皮的碎，就是清新又开胃。我怎么又单压了？然后这个是正餐的第一部分，全是一口菜，最小的可以吃2口。先从天妇罗开始吧，它是炸龙虾尾，奢侈，它炸的来特别的有嚼劲，有一点像大明炖蟹的肉，很鲜。米饭可以无限加，也可以选白米还是玄米。全麦的米口感特别的饱满，它这个天妇罗面衣真的很薄，鱿鱼就是外脆里弹，咬起来嘎吱嘎吱的。它为了让那个茄子更加的吸水，它把那个表皮改刀改的才细。就是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鱼香茄龙？它这个茄子的改刀比那个还夸张，看着非常的清淡，但是私底下汤却很浓啊！什么比喻啊？是一种特别浓郁的油香，特别的吸汁。它上面那个汤汁是油油的，但是它带一点点生姜末的。你们也知道鲷鱼本身吃起来就很鲜美，它是芝麻配的鲷鱼刺身，芝麻酱又自带一种坚果的脂肪香气，有点像东北肉冻的感觉。这个菜里面的海藻吃起来特别的滑，像是在家里喝粥，妈妈会拌的小凉菜。这个就很像清炒上海青的味道，接了一点鱼肉的香味，炒了个素菜。这个是在日本早餐里经常可以看到的牛肉酱，吃起来其实就是卤牛肉的味道，甜口的香料和卤水味。接下来是第2个部分，先给我们看了一下玉子烧，这个也是日本早餐的标配之一。它真的很像动漫里出现的那种很诱人的状态。据说是什么奥久慈的有机鸡蛋，别的不说，一入口那个奶甜奶甜的味道就侵占了口腔，绵密的鸡蛋嚼起来特别有层次感。早上吃那个鸡蛋水真的很美味，这一路吃下来真的是吃开胃了，已经开始问大酱要第2碗米饭了。他家的米饭会给你配很多种吃法，真的很可爱，就是这么小个蛋黄汤，拿这么大一个碗给我装。它这个很像小时候玩的那种厨房玩具，鲷鱼拌着蛋黄和米饭，金黄金黄的真好看，有一种寿喜烧的那个感觉，但它配的是鲷鱼。一口下去，粘稠的蛋液混合着略带油脂的鱼肉，包裹着米饭滑进你的喉咙。早上的味觉真的很敏感，它那个料汁巨香，炸肉丸，但它里面配的是紫苏叶，它的里面有点像便利店的炭烧鸡脆骨，加上淡淡孜然香的紫苏叶，配饭真的刚刚好。而且这个蛋黄饭真的可以让每个菜都升华。你觉得他们家的精髓就在于每一个不同的菜都要配有这个蛋黄饭。科普一下，为什么日本人1年4季都离不开味增汤，主要是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和食物纤维。不是怎么感觉要带货了？没有哈，他们家这个味增汤烤肉味特别重。其实一进他们家就能闻到那个烤鲶鱼的味道，很像夏天的时候在乡下的外婆家用木枝烤小鱼的味道。日本的味道就是每年夏天吃这个鱼，比起刚才的烤鱼，这种白生鱼就会更嫩一点，有一点像浓丽鱼。白生鱼怎么做都很好吃，早餐怀石就是好。吃完这些，我们甚至还有个甜品，柠檬果冻和葡萄。虽然今天这顿饭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硬菜，朴实无华，但是却又充满仪式感，有一种假装有钱人开启一天的感觉。垃圾推荐指数9分。卡面鳗鱼料理作为日本最珍贵的料理之一，如果不在本地吃上正宗的一顿，你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么小一条鱼还可以吃到这么多东西啊！什么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狂飙看多了，就是看着我总想吃鱼，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啊！怎么感觉我每年来京都的次数比我吃鸡的次数还多？再加上看了失之愈合的新剧，真好看。嘿嘿，果然京都的餐厅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难找。我们现在在2堵墙的中间，但问题是这一店它都还开了这么多年。对的。じゃあ簡単でお願いします。你们知道在日本吃一顿鳗鱼可以吃到多少东西吗？算了，我们直接开始看今天的前菜。这个缠在一起的就是鳗鱼骨，特别的喜欢，就是不能打包卖。嚼碎之后的味道特别像鱼皮油渣，嚼鳗鱼骨头是最香的。然后是照烧口味的烤鳗鱼干，那个照烧酱再浓也压制不住鳗鱼干的那个茶的味道。肚子上面的肉很细腻，口感比较像芋泥。这个是凉拌黄瓜鳗，它吃起来像是经历过很多感情之后的清心寡欲啊。然后开始今天的正菜，鳗鱼料理里面一般都会有的鳗鱼蒸蛋，它居然用的不是日式茶杯，而成都盖碗茶的那个碗，好实在啊！大酱一入口那个鳗鱼的鲜味就会灌到你的鼻子里面，你要仔细嚼了之后才能吃到鸡蛋的味道。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鳗鱼的一道菜，味觉修正水。修正一下，因为我们下一盘菜是清淡的鲤鱼，这个菜叫鲤鱼小子。为什么鳗鱼料理里面要吃鲤鱼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有什么典故吧。鲤鱼的肉吃起来非常像很脆的甜鲷。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非常的引人不适，就是大家会在你的面前片鱼，这个也是正宗鳗鱼店里面的一个表演活动。我都不知道我对上焦了没？没看，接着大家会趁着肉最嫩的时候做成天妇罗，为了保证最好的口感，这个白色像玉米笋的是鳗鱼籽，口感非常的奇怪，像是不会跳的跳跳糖，好神奇的口感。蔬菜之王青椒，刚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泡。
鳗鱼本身就不多的油水，它全部保留在了里面。鳗鱼天妇罗真的是人间美味之一，我觉得。现片的鳗鱼肉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，咬下去那种酥脆的声音，很像是拿破仑一刀切下去的感觉。他们家把肉里面的汁水都锁得特别的好，很讲究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好的鳗鱼饭，土锅鳗鱼饭，主要是因为它能吃到锅巴。我跟你们说超香，开盖的一瞬间，当你看到那个油脂的反光，你就会无法控制分泌唾液。它和关东的鳗鱼盒饭非常的不一样，吃法的话分为3个步骤，所以也叫鳗鱼3吃。它这个锅巴太巴了，我操！鳗鱼的料汁不是纯纯的照烧，有一点像红烧肉盖饭的那个味道，特别的下饭。把鳗鱼和锅巴叠在一起，在嘴里嚼碎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山珍海味。我觉得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了。第2碗的吃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第1碗上面加一些山椒和芥末，它更像一个风味料理。第3碗的吃法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鳗鱼茶泡饭，它的感觉像是我在四川第一次吃鸡汤饭。他把那个锅巴都泡软了，就是那个饭你都不用怎么嚼，它就滑进你的胃里了，而且茶香正好中和了鳗鱼的油腻。冬天特别适合吃这个，感觉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黄豆大福，非常的精度。所以你们觉得关西风的鳗鱼怎么样？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，可以带朋友来。弄特别不拉丝我烧鸟听着很装逼，但在日本就是撸串儿。不过有一些富人啊，他们觉得撸串儿这个动作非常不优雅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每天在想什么。于是有了这家店，今天直接吃出了烧鸟的真谛。不愧是托利 CK 的监制，人家这么多年都排日本第一，果然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又到吃烧鸟的日子。他家在惠比寿和东京众多米其林餐厅挤在了一起，但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米其林的认可，我自己说了算。一进店你就会发现，越好的烧鸟店座位会离大酱越近。主要是为了那个，这个箱子是干嘛的呀？1味大酱，5个学徒，配置很日本。开始吧。小菜是一盘寿司，海苔包着鸡胸肉，紫苏叶寿司酱，上面刷了一丢梅子酱，一股淡淡的酸甜果味。第2个菜是炸春卷，里面的馅儿是鸡肉的内脏磨成泥做的，口感像土豆泥，但是内脏的味道非常浓郁，像是在很高级的烤肉店才会吃到的东西。这个菜的设计有点像喜之郎果冻，就是蔬菜版的东北肉冻，凸显的就是一个高级的感觉。这个鸡汤馄饨其实很重要，高情商，大酱在追求极致软烂的口感，低情商，它是炖了多久呀？有一点像四川的鸡汤抄手，但是超级浓郁的鸡汤打底。我回去一定要尝一下鸡汤里面加蒜头。今天的第1盘肉是滴着肉汁的烤鸡腿肉，果然没有芊芊，它滴的那个油水非常像广州那边隔水蒸鸡蒸出来那个鸡汤，鸡皮上的炭香也很明显。上一次吃到这种炭的味道还是在托利萨 K， 就日本第一的烧鸟店。但是在日本吃烧鸟经常发生意外，比如油滴到衣服上，这种时候就要用去渍笔，一除污渍就不见了。吃完饭想清新口气可以用这个吞咽式口香丸，从胃里清新，打嗝也不怕。日本人吃饭都会备一个，这些都是在松本清买的，现在他家也能直邮国内了。在这里搜松本清，找到这个，再点击这里就行了。美妆护肤、健康生活好物都有，满5000日元就可以包邮，下单直接从日本发到你家，正品保证。活动期间还有大额券可以领，现在日元贬值，买起来真的很划算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搜一下。好啦，继续吃菜，这是今日份的活到150。它上面那个酱是芝士跟蛋黄搅在一起的，它有点像咸蛋黄炒到冒泡泡的那个时候的口感，味道还有一点美乃滋。接下来居然是一盘鸭肉，哇，突然想起了成都的温鸭子。第一次在烧鸟店看到了鸭肉，它是用和牛的烹饪方式，低温烹饪的和鸭，这个粉嫩的鸭肉像是5分熟的西冷，鸭皮很厚，一口下去，鸭肉纤维里的油水会直接爆出来，再来一块烤的甜葱根。好的店的葱就是会很甜。下一个菜是小饼加的炭烤鸡肉丸，上面是一个鹌鹑蛋蛋黄，好可爱，它里面软嫩的部分还带了一点脆骨，非常像我豆腐嘴刀子心。把烧鸟的那根木签取掉之后，会实现更高级的一种口感。然后是海苔配烤年糕，虽然是糯叽叽的口感，但是居然一点都不粘牙，是大海的味道啊！这个菜是烤鸡皮，刚进嘴像是猪油渣，嚼到后面像是脂肪口香糖。鸡皮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又软又脆的东西了吧？哇，这个菜很厉害，它这个造型真的很像菌霸，虽然剔除了骨头，但是保留了软骨，吃起来像猪耳一样方便。下面还搭配了萝卜泥解腻，它这段烤的非常的自然。然后是烤鸡屁股，第一次看到鸡屁股有这么好的待遇，因为它的脂肪真的很多，咬下去真实的在爆油，可能这个就是鸡油味的 QQ 糖吧，好 Q 好油。这个是他家最具特色的菜，很多客人来都会直接点3份，像是开了花的鸡腿，先油炸了一遍再烤，最后撒上孜然跟辣椒粉，里面的鸡肉还很鲜，这一盘鸡你太美了，吃一口就会爆炸。然后是素菜烤红薯，看着黄油融化，还挺开心，就跟日本人很喜欢在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，为了让它显得更甜。最后一盘肉是鸡腿3吃，可能因为我没有签子，所以他们家每个菜都很扎实，炭火的味道让鸡肉完全不腻，甚至有点韩国烤肉的意思。最后的主食是鸡汤烤饭团，太牛了，它就是带锅巴的四川鸡汤饭。最后的甜品是一碗刨冰，在日本还挺少见的。吃完之后我发现这样的烧鸟店真的很适合开在国内，虽然不是传统的串串，也不是特别高档的食材，但是每一盘的设计都很用心，非常的出片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嘎么样，真牛啊！